现在是2026年1月，德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虽然表面压下来了，但你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感觉骗不了人，钱是不是越来越不经花？很多人问我，姐，2026年到底怎么投？是买黄金、买比特币，还是抄底欧洲？别急，先别急住把你的血汗钱扔进去，因为如果你看不懂我要讲的这个故事，你投什么都会亏。今天要讲的不是无聊的历史课，而是关于德国马克如何从一堆擦屁股都不如的废纸，变成统治欧洲的霸主，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关于人性和信用的顶级赌局。这条片子的内容很精彩，我保证你要是能耐心看到最后，你会拿到一把解开2026年财富密码的钥匙。因为历史不会重复，但人性永远在押韵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政治混乱、货币贬值，其实德国人100年前就玩过了，而且玩得比我们大10000倍。如果你想在这个动荡的2026年保住你的资产，甚至像当年的寡头一样在那种混乱中实现阶级跨越，你就必须听懂这个逻辑。看到最后，我还有一个特别内容要送给你。来，我们先不讲大道理，我先带你穿越回1923年的德国。我要你想象一下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那时候的德国马克不是钱，是笑话。你有没有试过早上进咖啡馆点一杯咖啡是5000马克，等你喝完准备结账的时候，服务员告诉你，不好意思先生，现在是8000马克了。这不是段子，这是当年的真事。最夸张的一个真实案例是，有个家庭主妇提着满满一洗衣篮的钞票去买面包，她把篮子放在店门口进去排队，结果一转头，篮子里的钱还在，但洗衣篮被人偷走了。你听懂了吗？在那种极致的崩溃下，小偷都觉得篮子比钱值钱。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，当国家信用崩塌的时候，你手里的纸币连擦屁股都嫌硬。那时候的人是怎么想的？这就是我想说的人性。一开始，所有人都觉得这只是暂时的，政府会搞定，于是大家盼命存钱，结果越存越穷。到了后来，恐惧变成了疯狂的贪婪。工人们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，而是像疯狗一样冲向商店，不管是什么，肥皂、火柴、钢琴，只要能换成食物，什么都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一秒不花出去，下一秒这钱就缩水一半。这像不像现在？你们现在看到物价涨，是不是也想赶紧把钱换成房子，换成股票？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恐惧驱动下的非理性繁荣。那你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难道德国政府是傻子吗？这就要讲到政治的肮脏和人性的贪婪了。当时一战打输了，德国背了一身债，就像一个破产的赌徒，政府怎么办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印钱。这一招2026年的今天，哪个国家没在用？美国在用，欧洲也在用。这就是我要提醒你们的第一个投资警示，永远不要相信既得利益者会主动停止印钞机。当时德国的富人、工业大亨其实心里乐开了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借的是马克，还的也是马克，通胀一来，他们的债务直接归零了。比如说我在1920年借了你100万买了个工厂，到了1923年，我卖一根火柴就能还你这100万，我白得了一个工厂，而你借钱给我的那个老实人直接破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次财富的暴力转移，是富人对穷人的一次合法抢劫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们现在还在傻傻的持有大量现金，不做任何资产配置，那你就是当年那个被洗劫的德国老百姓。我自己做投资这么多年，见过太多这种事了。记得前几年某个新兴市场货币崩盘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辛辛苦苦干了30年的实业，手里全是现金，结果一夜之间汇率腰斩。他在那边哭诉说自己什么都没做错，为什么财富没了？我当时虽然心疼，但也只能冷冷的告诉他，你的错就在于你相信了那张纸。钱的本质是什么？钱不是纸，钱是信用。当国家没有信用，钱就是废纸。德国马克之所以后来能翻身，是因为他们彻底重塑了信用。但现在，在我们进入德国如何起死回生的精彩部分之前，我要你们先记住这种绝望感。2026年的投资市场充满了这种潜在的绝望。你看现在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抬头，各国都在搞贸易保护，这跟当年的魏玛共和国气氛是不是有点像？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赚钱的机会，也是我们会亏钱的深渊。所以德国到底是怎么从这个拿钱当柴烧的地狱里爬出来的？是靠金子吗？不是。是靠外国援助吗？也不是。他们用了一个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心理魔术，凭空变出了一种新货币，硬生生把大家的信心给拉回来了。这个操作之骚简直是金融史上的艺术品。下一部分我就要给你们拆解这个神操作。
以及这里面隐藏的我们2026年可以利用的翻身机会。如果你不想成为被通胀收割的韭菜，想知道怎么在乱世中抓住资产，记得先点个关注，给这条视频点个赞。我们马上进入第二部分，那个关于地租马克的奇迹。评论区告诉我，如果你穿越回1923年，你会买什么来保值？听完刚才那个地狱般的开场，你们肯定在想，这国家是不是彻底完了？如果你是当时的德国老百姓，你肯定觉得这辈子都没希望了。但我告诉你，在金融世界里，极致的绝望往往就是暴利的开端。1923年底，奇迹发生了，一个叫地租马克 （Renting Mark） 的东西横空出世。你们听这个名字可能觉得很高级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心理骗局。但这个骗局高明就高明在，它利用了人性中对土地那种骨子里的迷信。这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第二个财富密码。在混乱的时代，谁能重新定义信任，谁就能拿走所有的筹码。当时的德国政府没金子，没外汇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怎么做？他们对老百姓说，看好了，我现在发行的这种新币，背后不是金子，而是全德国的土地和工业资产。如果你手里的这张纸没用了，你可以随时来换一块地。听起来很靠谱，对吧？但如果你仔细想，这简直是胡扯。你拿着一张10块钱的纸，怎么去换工厂的一个螺丝钉？政府根本不可能把地真的分割给你。但在那种极度恐惧的环境下，老百姓太需要一个抓手了。他们心里想，钱可以随便印，但的总不能随便长出来吧。于是奇迹发生了，大家居然真的开始相信这张新纸是有价值的。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当人在黑暗中待久了，哪怕是一点点虚假的火光，他们也会集体冲过去。德国政府就靠着这个假装有抵押的动作，硬生生停住了印钞机。这给我们2026年的投资者什么启示？现在很多人在吹各种数字资产，各种新概念，你要看的不是它背后的技术，而是它能不能像地租马克一样，在心理上让大众产生一种这东西跑不掉的幻觉。我给你们讲个真实案例，你们就明白这种重建过程中有多少钱可以赚。当时有一个德国商人，在所有人都在骂政府，在绝望跳楼的时候，他干了2件事。第一，他想尽办法借那些即将作废的旧马克，去疯狂收购基础设施。第二，他第一时间把手里的旧币换成了这种新的地租马克。等局势一稳，他手里的债务因为旧币作废而消失了，但他手里的资产和新币却成了硬通货。这就像我2026年在朋友圈看到的一些聪明人，他们不看欧元的汇率数据，他们在看德国、法国那些核心地段的房产，或者那些垄断性的能源企业。为什么？因为货币会变，但社会运作的必需品不会变。你想象一下，2026年的现在，全球通胀虽然在波动，但如果你手里握着的是大家活下去必须用的东西，那不论政府发行的是欧元、马克还是数位货币，你永远都是赢家。我自己当年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也玩过这一招，大家都觉得某个项目快死了，纷纷割肉离场，但我看到它背后的信用底层还在，只是大家暂时恐惧了。我当时就逆着人性进去，等大家都清醒过来，开始重建信心的时候，我已经坐在山顶上看风景了。这就是我常说的，赚钱不是靠努力，是靠对人性节奏的精准踩点。德国马克能从崩溃走向强势，不是因为德国人变聪明了，是因为政府玩弄了信用，而一小撮聪明人利用了这个重建信用的过程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重组。现在是2026年，你们看看现在的政治局势，欧盟内部吵得不可开交，德国作为老大哥，他的财政政策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十字路口。很多人说欧元要崩了，甚至有人传言德国要重启马克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空穴来风，这背后其实是各国在争夺谁的信用更有含金量。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懂这种大国之间的信用博弈，你就会像1923年那些只知道存钱的德国老百姓一样，最后发现手里的钱只剩下一堆数位。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既然我们知道了信用是可以伪造再重建的，那么在2026年接下来的12个月里，我们到底该把钱放在哪里？德国马克后来为什么能变成欧洲最强的货币，甚至让德国人对稳定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执着？这对我们布局接下来的黄金、外汇，甚至是你家门口的房产有什么决定性的指导意义？这条视频的最后一部分，我会给你一套完整的2026避险与进攻清单，告诉你我是如何在这种动荡中看穿政治谎言，精准捞金的。别走开，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值你10年的工资。讲完了德国马克如何从废纸变成神话，我们把视线拉回2026年的今天。
很多人跟我说，姐，历史我看懂了，但现在欧元汇率就在 1.16 附近晃悠，德国经济去年还在那边挣扎，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关系大了。如果你只会看新闻上的 GDP 数据，你这辈子只能当韭菜。我们要看的是底层的权力逻辑。为什么德国现在拼了命也要搞财政扩张，拼了命也要保住核心产业？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1923年的痛。2026年，我们正处在一个信用裂解的转折点。美国那边降息降得大家心慌，通胀像个幽灵一样赶不走。而欧洲这边，德国正准备用大规模的国防和基础建设投入来强行续命。这就是我给你们的2026年第一条投资锦囊，盯紧德国的财政大动作。当老大哥开始花钱，那是信用的最后冲刺，也是资产重组的信号弹。很多人问我2026年买什么，别再迷信那些被吹上天的 AI 泡沫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当纸币不靠谱的时候，有实体支撑的稀缺性才是王道。你们看，现在很多专家建议买黄金、白银，甚至有人预测2026年会有一场超级萧条。我不像他们那么悲观，但我认同避险的逻辑。2026年的黄金不是用来发财的，是用来保命的。但如果你想赚大钱，你要学会像当年的德国大亨一样，去布局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信用资产。比如，现在欧洲的债券市场其实藏着机会，大家都在恐慌，觉得欧洲要分崩离析。但我告诉你，只要德国不倒，核心欧元债券在2026年反而可能成为最强的避风港，因为它的通胀风险现在看来比美国还低。这就是逆向思维，当所有人冲向美元的时候，你得看清楚谁手里的信用更抗通胀。生活里这种事太多了，就像你家门口那家开了30年的老字号面馆，虽然装修破，老板凶，但每天排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信用在那儿，街坊邻居信他的味道。货币也是一样，德国人对稳定的执着是写在基因里的，这种基因在2026年这种乱世特别值钱。如果你问我具体的建议，我会说2026年，现金是毒药，黄金是保险，而核心国家的核心资产，比如德国的高端制造股票或核心地段地产，才是真正的收割机。你要做的不是跟风，而是利用大众的恐蓝。当大家因为政治动荡撤资的时候，你得问自己，这国家的工厂还在不在？老百姓还要不要吃饭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现在的低价就是老天爷送你的礼物。2026年的政治影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。欧盟内部的权力斗争、关税的拉锯战，每一场戏都在消耗欧元的信用。但我大胆预测，德国马克的那种稳定精神最终会回归。不管它叫欧元还是叫什么数位马克，德国一定会为了保住它的国家信用不择手段。对于投资者来说，这意味着波动就是我们的朋友，不要怕跌，要怕没波动。在2026年接下来的月份里，我会密切关注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。如果他们在通胀回落时还死守住高利率，那就是在学当年的地租马克，牺牲短期增长来换回长期的信用尊严。这时候就是你进场抄底优质资产的最好时机。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来说点有意思的。很多人觉得金融就是冷冰冰的数据，但我告诉你，真正的顶级投资人多少都懂一点事。我们从风水与国运的角度来看看德国马克和2026年的财富风向。在风水学里，2024年到2043年我们正式进入了九子离火运。离火代表的是文明，是虚拟，也是中年的女性力量。你看德国的国运，它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，也就是中宫发动的节点。德国人那种对规则近乎偏执的守护，其实就是一种极强的金属性。而在火运大潮中，火克金，这意味着德国这2年会经历非常痛苦的转型和熔炼。为什么德国马克当年能硬起来？因为它在混乱的水性时代，流动性过剩，用了土地属性的地租马克来克制，这叫土能克水。而到了2026年，这个年份在干支纪年里是丙午年，这可是真火之年，火星到了极致。对于投资来说，火太旺则金易化，这解释了为什么2026年传统的纸币信用会面临这么大的崩溃压力。如果你现在的资产配置里全是水，流动性过高的现金，那你大概率会被这把火烧钱。2026年最好的风水布局是什么？是火生土。你得寻找那些像土地一样厚实，有实物背书，能承载火热通胀的资产。所以你看，德国现在拼命保住它的核心工业实体，这就是在保它的土根。从地理风水看，欧洲的龙脉在阿尔卑斯山，水往北流，德国承接了整个欧洲的财气。只要这股金土相生的底气还在，欧元区就算再乱，
德国这块地头的财位就不会轻易崩掉。2026年如果你要布局，记得往南或北水的中间地带看，也就是寻找那些有老牌底蕴又有新科技转型的标的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大环境气场的推演。听懂了这层逻辑，你再去看 K 线图，心里就不是慌乱的，而是带着一种看透天时地利的淡定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也得跟各位说句心里话，以上的分析和数据都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，投资市场瞬息万变，这不是什么财富保证书，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口袋和胆量来评估，千万别听了几段历史就冲进去梭哈，那是赌徒，不是投资者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听完德国马克这段从地狱到天堂的历史，再看看你现在手里的存款和资产，你觉得自己是那个被收割的家庭主妇，还是那个悄悄布局的大亨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如果你也想在2026年这场财富大洗牌中活下来甚至翻身，请务必帮我点个赞，关注我，并把这条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那个还在傻傻存钱的朋友。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觉得2026年欧元会崩吗？我们会不会迎来马克的重启？我会在评论区跟你们深度对线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